观众朋友没有意识到这个修正来得这么快，贵买指在我们早上录影的这个时间呢，它盘中一度跌幅呢是超过6%，贵买的历史最高点跌下来不到1个月的时间，它其实就已经跌破季线。4大全指股里面呢，只有一档它从高点52周高点下来，它没有跌超过20%，就是台积电，剩下联发科、台达电、鸿海，全部都跌了超过20%。下班去你家，我是尚华。哇，今天呢台股真的是非常的惨，而且呢可以看到大家在网络上都是哀鸿遍野哦。因为呢在台股的盘中一度是跌破了44000点，50日均线已经失守了，甚至呢现在融资断头，贵买市场也相当的惨淡。到底后市该怎么操作？我们今天赶快邀请到财经专家慕骅哥来告诉大家。慕骅哥，尚华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哇，现在我其实坦白说，我现在心情是完全笑不出来，已经没有心可以录影了。哇哥，现在这一波到底只是一个修正，之后还有机会再反弹回去吗？我的基本看法是长线大多头没变，但是问题就是说，涨太多了之后呢，它必然会做一个修正，可能只是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没有意识到这个修正来得这么快。比如我讲，您刚刚谈到的贵买指。在我们早上录影的这个时间呢，它盘中一度跌幅呢是超过6%，代表呢平均的贵买的挂牌公司呢股价都跌了超过6% 了。对，那这个可以讲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单日跌幅的记录了哈。那同时呢，你可以看到贵买指数它的线型结构有一点M 头的一个感觉。对，可以看到在这边今天一根黑棒这样灌下来，它其实有一点打到颈线的位置哈。那我对这样的一个技术形态会比较稍微提高警觉一点。那再加上它这一波的跌势非常的快。它从指数的最高点，贵买的历史最高点跌下来不到1个月的时间，它其实就已经跌破季线。您刚刚所讲这条非常重要的一个多空的分界线。那通常我们都认为说跌破季线盘势会进入到一个中段整理。那在这边呢，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包括尚华可能要拟定一下对策咯。到底现在手上的持股比重会不会太高？然后呢，我手上的股票呢是不是相对风险比较大的，就是它的贝塔值比较高的，它会比大盘波动更大的股票。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时候应该静下心来做检视，然后呢，好好的看一下自己的投资组合有没有过大的风险。如果有过大风险，当然要做一些处理嘛。如果说你手上的这个投资组合呢，以 ETF 居多，或者说以一些上市的权重股居多的话，我倒觉得也不必要在这边过度紧张啊。反倒是你买的是一些中小型股票。尤其这次的跌势重心是在贵买，是在中小型股票。那这些股票通常它的贝塔值都是超过大盘的一个贝塔值的，所以我们会对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组合呢稍微比较谨慎一点。对，可是慕骅哥，如果看一下目前呢也出现了融资断头，这对市场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蛮大的警讯？对，像今天我盘中就接到我的营业员包括一些券商朋友的讯息，他们说呢，有一些个股融资维持率已经跌到130了，开始已经有这个追缴令发出来了。那我们讲说断头基本上是有2种情况了，一个是个股融资维持率了，另外一个是整户维持率。那通常整户维持率如果跌到140以下呢，那这个对于单一投资组合的持有的这个融资的压力会比较大。那个股呢，如果跌到130，你的整户维持率还没有跌到这个警戒线的话，基本上还没有到追缴的情况。但呢，我想有很多的投资朋友，他们可能会自己先砍股票，而不是等到最后券商发融资催缴令才去补钱，甚至被那个断头。所以我觉得先出场的我们一般叫做自己先去杠杆。那这种自己先去杠杆，我觉得是比较明智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是现在目前我看到的状况。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应该现在80%的身家都在股市里头，而且之前不得不说还是有几次都会觉得说，好像一个大跌之后还是会 V 转向上啊，所以应该还是有很多人想说，哇，如果我现在就直接砍掉股票出场的话，我真的还是赔一段呢。然后特别又会觉得说，哇，整个上半年是白忙一场了吗？因为之前不是都一直说，今年有机会可以冲到5万点。好，我觉得尚华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去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出场会不会把我上半年赚的钱全部吐回去？那我觉得如果你上半年呢是有赚钱的，你现在吐一点回去，其实呢并没有什么太大不了。因为在股市投资上面有一个重点叫做本金基数。一档股票如果跌停板10%，对不对？你隔天要涨回原价的话，你要涨11%。那尚华你有算过吗？如果说你手上的股票跌了50%，是不是腰斩？100块跌到50块。好，那你50块要涨回100块，你要涨100%，不是涨50% 可以回到100，你涨50%你只能涨回75块，所以这叫做本金基数。也就是说我们在投资上面呢，会非常重视这个观念，就是绝对不要亏本。你把你的获利回吐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亏到老本。
因为这个老本呢，其实是你创造复利的基础。一旦你的老本赔光了，再有更好的行情，以后呢涨到5万点、6万点都跟你没关了。我觉得这是我现在 right now 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也分享给大家。哇，果然木华哥你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哦，现在看起来心态还是蛮稳的。可是我想啊，现在大家也可以再参考一下标普500呢，其实它目前有60%的科技股哦，也都下跌了20% 左右，所以现在是不是进入到一个技术性熊市？标准普尔500指数它有11大分类值，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分类值、最重要的分类值呢，就是 IT 分类值，就是一般讲的资讯科技分类值。这资讯科技分类值有3档最重要的7巨头的股票，包括像苹果也是在这个分类值里面。对，好，那这个分类值呢，现在目前大概有差不多70多档的股票。那其中呢，我统计有60.3%，从52周的高点。Hello， 大家好，我是尚华，非常开心大家喜欢下班去你家这个节目。可是团队告诉我说，其实还有70%的你们还没有订阅哦，欢迎大家赶快来订阅我们风传媒的频道，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跌下来，它确实已经跌了超过20%了。比如说像知名的甲骨文，这个固能是一家很重要的那个咨询顾问公司，他们都是在这个分类值里面的重量级的公司。那他们从高点跌下来跌20%，这是不太寻常的一个状况。而且呢，有超过60%的股票都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资讯科技板块里面呢，它现在确实充满了一种杀估值的一个状况，或者说呢 AI 两面性的状况。我觉得这2点是大家可能要去理解。那也因为我看到了这个讯号，所以我对台股最近的下跌呢，就会提高稍微一点警觉，因为美股常常是台股的前瞻指标。对，好，也就是美股开始出现这样的讯号呢，我们就会去思考一下，台股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样的状况出现。我去详细看了这60% 的跌20%的一个个股呢，其实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第一个共同特色，他们都是软体公司，跌的都是软体，对，大部分都是软体公司。另外呢，就是 IT 服务公司，他们比较放在服务跟软体这个部分。那另外还有40%的股票呢，他们是没有跌20%哦，甚至还有一些股票还在历史高点附近哦，像 AMD 啊这些个股呢，其实他们股价还是很有撑的哈。那这些股票大部分都是做什么？做硬体的哦，晶片的制造设计业者哦，或者说呢半导体设备啊这些的相关公司，他们其实都还在高点。所以你又发现，其实在同一个分类值里面，它却出现截然不同的状况，这我们叫做 AI 两面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些软体跟 IT 股会杀成这样呢？事实上，因为他们过去几年他们的本益比都拉得非常高，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做软体是包赚的，毛利率都在90%以上。所以呢，做软体非常好。可是现在做软体不一样，做软体受到 AI 上游他们这些硬体的成本大幅拉高啊，以及 AI 现在的 AI agent 的侵蚀，所以对他们来讲，造成他们本业上面很大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说，因为他们的估值比较高，所以这一波它其实也是杀这几年的一个高本益比。好，那回到您刚刚讲台股有没有同样的状况？我们讲前4大权重股，第一大是不是台积电？对。然后呢，下来是不是联发科？然后是不是台达电？然后呢，是不是鸿海？好，那我可以跟大家讲，在这4大权值股里面呢，只有一档，它从高点52周高点下来，它没有跌超过20%，就是台积电。剩下联发科、台达电、鸿海，对，哦，全部都跌了超过20%。同样的，你会发现，在整个台股的 AI 供应链，我们这个供应链都是硬体供应链，居然也有出现这个 AI 两面性。你会发现这个 AI 两面性非常明显的，就是越高层的，越 above 的，就是越在上面的，就是大家越不可或缺的，然后都要靠它的，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它股价不跌。可是呢，相对跟台积电同样的高权重的股票，台积电下来一点的这样的公司，他们的股价可以跌掉超过20%。之前联发科大家不都说，应该会冲5000，然后甚至呢，它前一波大概跌到3900的时候，还有好多人在说要不要继续加码之类的。那你觉得你还是看好联发科的后市吗？联发科冲5000不是大家说，是外资报告写的。对，鼎鼎有名的华尔街大投行说呢，他给联发科5000块的目标价，对不对？那他们一定有所预计，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他们预计是联发科未来几年的 EPS 的成长。好，现在目前的投行看2028年联发科一年的 EPS 甚至可以到200块以上。对呀。那所以说他给他一定的本益比下面，他给他5000块的股价，他们是这样子去评估的。那你想看联发科为什么可以从不到100块的 EPS 可以到2028年市场预估到200以上？那就是说，它未来几年在 Google 的 TPU 的订单上面呢，它稳稳的可以拿到了好几代的一个订单，所以市场给予它这样子进入到 ASIC 不同的它过去做网通手机晶片的一个评价。但问题是
那些都还没有实现，对不对？那还是现在预估。那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实现 ？Google 在这个过程中，明年跟后年会不会改变？它的策略呢，把单给了 Marvell， 好，或者说给了博通，这还在未知数啊。对。那但问题是，现在市场已经看了这个趋势方向是联发科可以拿到它 TPU 好几代的订单。那问题是中间还有变数。那这种中间的变数呢，其实就没有台积电这么稳，它没有竞争对手，它没有办法把它的订单给三星或者给 Intel 能达到跟台积电同样的 CP 值跟它的那个产量。联发科不一样，联发科它有博通，它有 Marvell 的这样的竞争对手。所以呢，它这2家公司就充满了变数，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AI 供应链在台股上面的两面性。慕骅哥，其实刚刚听你这样说，联发科好归好，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变数存在。但是台积电实打实就在昨天，它的6月合并营收哇很漂亮。6月合并营收呢是4426.8亿，月增率是6.2%，年增率是67.9%，而且它上半年的这个合并营收是超过了2.4兆。其实呢，不仅是先进制程，而且呢，据说它之后它的这个成熟制程还要再涨价，也因此内外资都调升它的目标价，觉得稳稳的上看3000。所以在这一波这个又急又快的杀盘下来之下呢，是不是不动如山的还是只有护国神山？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呢，资金会往那个最有品质的股票集中。对，因为大家都要规避风险，那资金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情况之下，它一定往品质最好的股票集中。所以说呢，台积电当然就是万中之一的首选。那台积电的营收呢，我们上华刚刚讲到4400亿台币，一个月的营收是创历史新高。对，台积电 never 单月有4400亿的这么好的一个营收，而且你把它今年第2季的营收4月到6月加起来的话，它是达到了它的财测的高标。也就是说，台积电的财务预测是非常准确的，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之下，为台积电加分了。所以我觉得，当台积电哪一天出现重跌的时候，我不是预测台积电会重跌，千万不要误会我意思啊，也不要骂我啊。我说，当台积电哪一天出现重跌的时候，那其实呢，就会是盘势最悲观、最好的买点的机会。你还记得吗？川普的那个对等关税的那时候，那3天急杀，是不是有一天看到台积电尾盘杀到跌停板？那就是最低点。我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当市场开始 crash， 开始崩盘的时候，开始大跌的时候，当最好的股票也不免跌到了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价位的时候，或者说不可思议的跌幅的时候，其实就是大盘最悲观最好的买点。今天台积电还算稳啦，因为其实在开盘的时候重挫，它也是刚开始开盘，台积电跌幅大概不到2%而已啊。可是你看到很多股票跌幅都6%、7%啊，甚至跌停板的比比皆是啊。可是这样其实有点可怕，因为呢有台积电支撑，大盘又不至于崩得太明显，可是也会让大家有点温水煮青蛙。是的，会来不及逃，因为你可能你不是在买台积电，但你又觉得整体大盘还是 hold 在那。大家没有意识到会跌成这个样子，应该可能很多人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始觉得，盘势不太对劲了，对不对？但是没有意识到说，怎么可能贵买一天会跌掉6%？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什么？就你刚刚所讲，因为台积电 hold 在高档，那台积电 hold 住了，指数没有跌的情况之下，或者说指数跌幅不大的情况之下，大家的风险意识不会拉高。对啊。但是我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一定要学到一点，就是说以后你要把集中交易场跟贵买这2个市场分开来看。也就是说，集中交易场它其实代表是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占这个市场的权重43%，也就是台积电不跌，大盘真的跌不到哪里去，就是加权指数跌不到哪里去。所以你要把这个市场跟台积电把它撇开来看，你要去看贵买指数，贵买指数才是真真实实实打实的反映台湾股民的体感温度，它才是真真实实的台湾股民买的股票。因为讲实在，台积电虽好，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你有10张台积电吗？很多都零股，大部分的零股，对不对？你可能买了一堆有台积电的 ETF， 但是你说我真的有非常多的台积电吗？我要跟大家讲，高档量缩势其实是对多头不利的讯号。你想想看嘛，我们如果真的还是一波接一波创新高的行情，那个量会不会越来越增加？那个量能会不会一波一波增加？但没有哦。我跟各位讲，你仔细去看，其实贵买的量从5月初有一天贵买见到4400亿的单日最大量之后呢，它其实量能就慢慢在萎缩了。那说到最近每一天的成交总值都剩下2000多亿，这代表什么？高档它其实已经有人气退场的一个现象，它已经有人在跑了，只是呢大盘还撑在那边，台积电撑在那边，大家都不觉得说已经有贵买在筹码面出现变化了。当这些厉害的资金跑光了之后，它就给你直接下来了。有一个道理很简单。现在可能到今天，收盘之后，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盘势不对了。
那现在大家会想到什么动作？都知道说反弹上去要减码，那我请问你，每个人都知道要减码，他就那谁会拉上去让你减码？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要减码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去拉上去让你减码，因为拉上去让你减码，那不是叫他自己套吗？所以通常我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会在第一时间二话不说先砍再说，我根本不会去想说它会不会反弹，会不会有逃命。当然参考了，这是经验值啦，但我不是再强调一次，我不是预测这个盘就会一路下去，而是只是我提供一下我自己的经验跟我自己的策略给大家参考。但慕骅哥，那我们还是给他一点信心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刚刚有提到嘛，台积电他们的成熟制程要涨价，那是不是可能其他在做成熟制程的这一些代工厂，可能有机会可以雨露均沾，比如世界先进啊，或者是联电啊、力积电啊等等之类的，他们早就涨价了。联电早就已经比台积电更早宣布成熟制程涨价，而且呢，联电已经要涨第二波了。所以成熟制程的涨价不是新闻，台积电成熟制程涨价比较是新闻。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现在的获利跟生产重心不在成熟制程，对，它其实在先进制程。那连台积电的成熟制程都要涨价，那就告诉你什么？成熟制程真的非常缺。这是现在目前我看到这个新闻下面我的直接的这个理解，就是现在成熟制程不是涨价的问题，是非常缺。那非常缺代表什么？代表这些成熟制程的厂商，他们的产能利用率都很满，然后呢，他们现在的这个接单都非常的好。对，那这也是现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要靠成熟制程的这个 IC 啊，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复苏了。比如说最落后的 MCU 啦、MOSFET 啦、二极体啦，这些呢都是靠成熟制程的驱动 IC、PMIC、电源管理 IC， 这些他们全部都现在目前在复苏，价格都开始在喊涨。所以呢，当然成熟制程在他们的上游成本增加，你要知道现在矽晶圆也在涨，什么东西在涨，他们的成本也在增加的情况下，他们要涨价是必然的。好，那问题是我们应该去思考所谓的 AI 两面性又来了。那 AI 两面性是什么呢？就是成熟制程涨价，有没有人会受害呢？当然有啊，那些要靠成熟制程的人，他们被涨价，他们不是成本上升了吗？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些靠成熟制程的相关的主动元件、被动元件、功率元件这些，事实上他们的成本都会上升。那就重点是这一些，他们能不能把他们的价格上升去反映给下游的客户，下游能不能买单？那就另外一回事了。这不是有一波 AI 通膨吗？是的，所以说这个 AI 通膨不是只有在记忆体而已，它是到整个成熟制程，一直到各种 IC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AI 通膨非常明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状况？油价下来了，对不对？对。油价最高的时候，2月那时候不是冲到100多块吗？甚至还有人看到200吗？好，油价现在已经跌回70、80，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美国的 PCE、CPI 下不来？对不对？美国的这个10年期跟2年期国债殖率下不来，像我们录影的今天，美国10年期国债殖率几乎要冲到4.6，2年期冲到4.2以上。为什么？因为其实不是只有原物料通膨而已，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电子通膨，它其实也是非常明显。所以这个物价的问题也是造成这一波股市可能长期修正的一个宏观因素，因为大家会担心下半年升息。那再加上这个礼拜华许要到美国国会去听证，他要发表他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在国会的证词。那大家会担心他要讲鹰派的话出来。那现在市场对于下半年美国联准会升息已经定价了，就说一定会升息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对中长期来讲，资金需求若渴，而且呢，现在利率这么高的 AI 的资本需求呢，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美国股市开始修正，我觉得某种情况也是隐含的我们刚刚所讲，你刚刚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电子元件通膨的一个现象，就是从记忆体，你看记忆体现在占整个data center 就是伺服器的成本已经高达到40%，这是不可思议的状况。涨成这么样的一个状况，大家还是被迫要买单，而且签那个长期合约。对，你不跟我签长期合约，有东西不卖给你，就变成是这样子。你看到南亚科一季最新季报出来可以赚500亿台币。可是慕骅哥有一个情况也很奇怪，因为呢，我们如果看韩国股市好了，韩国股市呢最近哇好惨。真的是惨到不可思议，在昨天已经经历了第7次的熔断哦，而且呢，三星我们可以看到哦，它6月的财报非常的亮眼，甚至还被评为是比辉达更赚钱的科技公司。但是它财报出来之后，也是股价大跌啊。还有 SK 海力士，他们在美国的 ADR 上市的时候，当天也是涨，但现在股价也是重挫，所以也会让大家觉得说，为什么你都赚这么多，可你股价就是不反应，而且外资也一直在调降他们的目标价。好。
那我们刚刚讲南亚科一季赚500亿，对不对 ？EPS 高达14块多，对不对？南亚科今年可以非常轻易的突破 EPS 40块，但你有没有发现，南亚科是在台风假那一天发布开法说会，结果呢隔个周一南亚科股价是收跌的哦，它是开高走低哦，中场收跌了快3%哦，为什么？其实跟你刚刚讲说三星它发布出来的财报，它的获利真的是夸张到，对啊，它年比是增长19倍。华尔街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各位可能可以思考一下，它叫做买消息卖事实。也就是说，当市场还在传闻说记忆体要涨价啦，记忆体非常的好啦，这个行业非常好，它还没有变成财报这个事实的时候，那时候呢，大家还半信半疑的时候，它的股价就开始涨。等到真正财报数字拿出来惊人的好到不得了，可能它就利多站高一段落。那低档买到的人，可能他会趁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把股票卖给后面去追价的。海力士在我们录影的前2天，它股价一天可以跌15.4%，创下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记录呢，就是因为韩国有一家券商叫做 KIS， 这家券商呢去预估海力士即将要出炉的财报，它的营业利益呢，是年比增长是550几哦，这么好的一个年比增长。但是呢，稍稍不如市场平均的预期数字，它一天就给你股价跌15%。事实上呢，因为它股价涨幅已经很大的情况之下呢，市场会先卖再说。就我觉得南亚科最近也是非战之罪了，它也有点这样子被市场资金砍杀的一个情况了。但我要强调，记忆体他们这些公司真的是非常赚钱。当他们股价跌到一个相对价值点的时候，我认为资金又会重新进场。所以就是举凡在台湾的这些记忆体大厂，然后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南亚科、华邦电、威刚、旺宏，你都是这样看待的吗？其实记忆体最看好的还是原厂，像华邦电、像南亚科是要原厂，然后呢，美光是原厂，三星、海力士是原厂，威刚、宜鼎这些公司呢，创建呢，他们是叫做模组厂。那模组厂是跟原厂拿他们的 IC 来做组装的，所以呢，我会觉得原厂的看好程度是超越模组厂的。今天慕骅哥呢，在这个台股上面呢，我帮他包山包海做了很多的分析，但是我不得不说啦，哇，现在想想真的有点后悔，因为其实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就找我们1-2个月，就在股市已经获利了结，就先去买房，现在还是会觉得说，这个华人老祖宗的说法是对的，有土斯有财哦，因为毕竟你有一个房子实打实就是在那，可是我们在股市里面好像有点白忙一场，您会不会也这么看待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想在股市里面白忙一场了，因为毕竟股市本来它就是机会财，那机会财这个就财去财来那我们要懂得一个道理，就是怎么样适时把机会财转成时间财。您刚刚讲到房产就是时间财，那时间财呢跟机会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时间财它的波动低，它的报酬也低，对，那它长期是有保值性。那机会财呢，它是波动高，报酬也高，那它长期是有所谓的波动风险性。所以呢，适时的把股市赚的钱呢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把财富变成流动性，也就是说，你把你的股票本来是账面获利，实现了，然后变成流动性。其实这个流动性是作为你未来在做任何资产购买的基础。把股市赚的钱放去房市，我觉得大家还要考虑一件事情。可能很多人赚了300万、400万，他就把这个获利呢放到房市去，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是完全赞成的。如果你是刚需，我完全赞成。重点是你还是要去考量到现在房价不便宜，长期的你的本利摊还20年，你是不是可以支应下去？不要因为说股市赚了钱，然后去有够了头期款就去买房了，买了房了之后呢，也没去考虑20年我到底的收入跟薪水是不是足够来摊还这个本利。那这样子可能会让你到最后缴不出房贷，那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很乐观认为说我这次在股市赚了300万，我每年都可以赚300万，所以我每年就可以拿这个钱呢去还房贷。事实上不见得，因为股票市场不见得年年多头，它一旦出现了回档，你可能赚的钱就要回吐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对我们的财务规划做长远的打算，尤其是房子因为它是一个时间财，所以要做长远的规划。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慕骅哥啦。不过呢，当然啦，就像刚刚慕骅哥所说的嘛，总之呢2道啦，你要不就赚到，要不就学到。是的，再次感谢慕骅哥，也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